我觉得练习一些技巧啊，是，跟刘谦老师学了这么久的魔术啊，不能只学那些没有技术含量。啥意思啊？朋友们，又到了1周1次的魔术课时间。是的，各位听到这个背景音乐了，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直播间。为什么我会在一个直播间呢？说来话长，实际上呢，除了我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魔术师。平常这些魔术师在做什么呢？各位呢很想知道，所以我就有一个探访魔术师的单元。之前我们探访过了世界魔术冠军简伦廷先生，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探访一位顶尖人才。魔术界最高的魔术师，好不好？身高有1.90米。是的，这个人呢不简单。很多现在这个魔术师啊，因为这个经济可能不景气的关系，纷纷转到线上做直播行业。刘世杰呢，可能是目前呢在这个直播的魔术师里面最成功的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探访他成功之道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到他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直接去探访。直播 ，Hello，请坐，身高1.9米不是开玩笑的，怎么坐的你还那么高啊？这椅子可以垫一下不？我盘腿坐着，对，好。说段相声吧，那我们还是不要说相声了，好吗？哎，你这边怎么那么多怪东西啊？这是什么？这个小球啊，我记住你玩这个很厉害。我忘了怎么玩，忘了。然后那个车你知道干嘛用的吗？对，这车干嘛用的？这个车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拉牌的时候呢，对，不好意思，翻车了，就是干这个用的。哇，你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多这种专业的小东西。对，这都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哇，充满了魔术的气氛，而且呢，我从来呢没有看过呢有人桌上放2个桌垫的。今天的目的是一个你一个我一个嘛。啊？火药味这么重？不知道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和平的访谈而已啊。那你也知道，我们今天是魔术课，我们要教大家变魔术。那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那当然了，职业魔术师教魔术是应该的嘛。可是我们这个课跟你的课有点不太一样。OK， 哪里不一样？我们是免费的。那我先走了。不，今天就是同学们的福利了，好不好？今天找了一个代课老师来，平常是要收钱的，好吧？他课卖了，哇，那么贵，对不对？但今天呢，给各位来一次免费的魔术课。关注我频道，就是会有这种赚到的事情。好，那不如先变吧。先变呢 ？OK， 那我教魔术呢，其实在这个谦哥面前呢，我就不知道要教什么魔术了啊。那通常我是玩手法的，那我教大家双手互搏术怎么样？那是什么东西？双手互搏术周伯通就是左手呢玩球，右手出牌，怎么样？可不可以嘛？这个可以吧？可以是可以，这个是不花钱就能学得到的东西吗？看来是学不会啊，有点难哈。是，我们玩一个这个小魔术。我刚只是纯粹在炫耀而已。干嘛炫耀呀？那会手法。是啊，这个谦哥的扑克牌是啊，就送了我一副哈，是，我好好保存它，限量版。那这个魔术呢，其实呢已经被我做得很。对不起，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先问一下，这个魔术能够骗到我吗？这个魔术够呛能骗到你，但是它绝对是个好魔术。不是，如果骗不到我的话，我找个好骗的来。那个方宇，我们频道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好，通常都躲在摄像机后面，对不对？但是他很久没有出来了，我知道。OK， 欢迎来，今天就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宇 ，OK， 这位是刘世杰。你好，是。好的，那你愿意吗？没有，我愿意。啊，这个魔术的名字啊，叫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哎呦，这一招好坏很坏哈。这上帝呢，他有一天很无聊，那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他就决定我要创造点什么东西。他呢就莫名其妙的呢，他就创造了4个男人啊，什么样的呢？1个男人，2个男人，3个男人，4个男人，对吧？4个男人呢在一起呢，就生活了很久很久。那他们之间呢，也发展出了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就很尴尬啊，就很尴尬。这4个男人实在是受不了。你们那个平台口味都是这么重的吗？对，很重哈。这4个男人受不了，就去找上帝，他说：“上帝，求你了，能不能帮我们创造点其他东西，让我们生活更加的美满和幸福一些？”上帝当然哈，
没问题，没问题。我帮你们创造4个女人，1个女人，好体贴。 2个女人，3个女人，4个女人。OK， 那他们在一起不用讲了，就是一对一对的。对，终于生活美满，而且又幸福了。对，慢慢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吗？这个男人你也知道啊，就是这个男人你也知道啊，女人一多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移情别恋。最后你会发现，这4个男人呢，你可能会都走了，1个男人，2个男人，3个男人，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以后。你想一想，就留下了孤零零的4个女人了，对不对？但是女人，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厉害的，就算没有男人，他们一样可以自力更生。对，独立女性变成了4张 Ace， 这是代表是 Ace， 他们成仙了，还是说你想让它代表什么都可以，还是说他们生的孩子也都可以。他们独立了，这个呢，就能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艺术。 OK， 哎，这刚才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对啊，而且他刚才给我看的，然后变成4个男的都跑过来了，对，然后女的变成4张尖的，没问题哈。好，这个就是我要教大家。这是可以教得会的吗？当然，不是这个是免费可以教的，免费可以教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魔术里面呢，有很多魔术的理论知识在里面。啊，这我很喜欢听。好，来你可以回到你的来工作岗位上去。这种高难度的东西，通常在我频道里面不太容易出现。是吗？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手法，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亲情是，爱情啊，什么乱七八它糟。让我想起了人生的意义，还有人类诞生的起源，同时让我想到了何去何从，还有我的孩子之后传宗接代这件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它让我想起了好。这没那么复杂，这就是。那我们现在开始教吗？不要，不要啊！我们要卖关子，先来个访谈。OK， 好。哎，这个真的就是我一直在避免，就是说在这个魔术频道里面教大家一些需要手法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偶尔也是要出现一下一点点的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个魔术的好与坏啊，手法不是主要的作用，最主要的作用是你的时间点呢、timing 啊、语言表达能力和你手上的配合，是不是？就是表演的功力。对，你看，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厉害！那这样给你教好了，我先走好了。专业干嘛？好，那我们来先访谈一下，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后啊，然后很多魔术师呢就全部跑到线上去了，然后很多魔术师，尤其大部分魔术师很多跑去做直播，对吧？对。好，然后你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很高。对了，除此之外，你的收入也很高。对，是的。那在这么多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你是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把那些其他的同行踩在脚下的呢？这个可以说的吗？这不会拉仇恨吗？这件事情？没，恨也是恨你，不是恨我啊。就是说，每一个成功之道哈，一定他有他的方法。就是在一个竞争这个激烈的环境里面呢，总会有金字塔顶端的人脱颖而出，而这些人呢，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诀窍或小心得。好，如果你是魔术师，真的要考虑走入直播这个赛道的话，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听，好吧？那就算你不是魔术师，我觉得对你的人生肯定有启发。是，那你知道，好像有很多那种就是在直播的那些魔术师啊，他们好像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好像就差了那一点点。对，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哈，直播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咱们这个圈子里面，能独立完成一个秀的人并不多。那您当然是其中一个，已经有积累了非常多年的经验了。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年。那直播呢，在别人的感觉就是，我架一个手机，我铺一个垫子，我拿一副牌，我就在这演就可以了。想得太简单。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你要把一场直播当成一个秀在做，我出来做什么，第一句话说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观众吸引住。那其实这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学习的过程。是。那刚开始呢，你不懂直播的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他要停在这看我？对啊，就取决于你这场直播的编排的节奏了，跟我们做秀其实是一个道理。我呢，其实这就是把我多年做秀的这个经验放到了直播间，然后还要不停的学一件事儿，就是怎么去了解
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则它的算法，然后它的曲线图这些你要去了解去学习，出现了一些厉害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听下来，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领悟就是，我觉得魔术师要成功就不能只会魔术，只想魔术的事。对，就是这个道理，对吧？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你要去考虑的事情。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做，那你就必须要想到这个平台的它是怎么运作的方式。刚开始你直播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然后人为什么走了，这个是你不懂的嘛。是，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曲线跟数据，哪怕我是观察我现在开播有2分钟了，只有50个人。等我到第3分钟的时候，发现哎呦有200人了这么精细就是连每1分钟都是在计算的，对，都在计算的那我就得把它记下来。那我为什么到这个3分钟和5分钟到10分钟，他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你记下来这个数据了以后呢，那你就发现原来我到3分钟和5分钟的时候人是最多的。那我当然要演一个特别牛的魔术，把你们留在这儿。然后你能把它留的时间越久，你的流量会越高。策略性思考，所以很多的这个同行其实不光是魔术师他就只会埋头干活，对，很努力的在。不管是变魔术也好或者弹钢琴也好就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可能是你这个活好，观众就会停留下来，但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要花很多脑子去思考的。所以说，这个听你这样讲下来，我觉得讲的其实跟没讲差不多。不要来点戏，讲实在的，好不好？实在的，我当然知道是要花脑筋、动脑筋嘛，对不对？然后我也知道要留住这些流量嘛，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至少讲个一招，就是小诀窍，就是说，你看那些直播魔术怎么样可以抓住观众？这个其实特别简单的，每个魔术师其实都有一种绝招嘛。总得有1-2个流程和作品是你比较牛逼的吧？对，厉害的，就是大家都想看他，就是都想看那个出来。那比如说我到3分钟、5分钟了，马上到那个人到最高点了，这个时候不要走，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这个魔术，你在全网你都看不到。双手护魔术在。这个就确实好，谁会干这种事情的？左手可以玩球，我右手你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而且我左手转球，右手出一副，我出一副出一副对然后就5分钟，我5分钟，你想走吗？你不要走对，然后你点赞30张了以后我就停了，点赞到10万，我给你再出30张，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就点，你就别走嘛。我感觉你把直播间当成街头，说的逻辑真的是这样，街头人来来往往嘛，你就是要出绝活把他们镇住之后停下来，是啊，站在那边继续看。对啊，拿个喇叭喊大声，是，然后让别人都看你一眼，然后你再出绝招把它给停在这个地方，你想走都走不了。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所有的直播魔术师必须要先找到自己的绝招在哪里。对吧？很多人但这个绝招呢也不一定就完全是对的。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是在什么环境之下需要做什么需求，是你就不要太固执了，你要随时能够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大部分魔术师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办法转化他的思维。当初你怎么会想说就是做直播这件事？这个呢是一个契机，因为我在直播之前呢，我做了我自己的秀。那个秀呢叫现场的秀，线下的秀，我做了8年巡演，已经演了400多场了。对一个魔术师来讲，这是一个比较累的一件事情对，也特别消耗你的精神力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是因为这个疫情又来了，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剧场的秀和线下的一些商演呢，都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魔术师的收入突然间就从上面一直飘落到地底下了。小弟当时也是深受其害，对吧？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OK， 我觉得网络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就开始选择去做这件事情了。那已经做了这1年呢，我真的觉得教魔术是一个也蛮有乐趣的事情。确实，对，很有乐趣。对，也教了这么长时间。我一开始还抗拒的，后来我就发现其中的乐趣。对，很有乐趣。而且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要精通某一件事情，那你就去教他。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在学习，你也是在反而思考一些你以为你已经知道的事，但当你要教别人的时候，反而你会把它更系统的，对，而且你会实践出来。我觉得这个教学确实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一年我对很多手法的理解也完全不同。因为以前只是自己在玩，对，然后突然间你发现啊，怎么同样的手法，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是，那手法这个东西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对，原来手法没有对与错。所以你发现了教学的乐趣之后，然后你也发现网络其实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就开始进行了。对，你有没有比较崇拜的或欣赏的魔术师？在这里啊。好，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比较欣赏？还有其他都不用说了很重要吗？不重要。你已经回答够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魔术？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你喜欢的这个魔术呢，在你的这个玩魔术的这个过程和生涯当中会一直发生变化。我以前就近景啊，我以前就是玩了7年的近景魔术，然后呢，后来我发现近景魔术赚不到钱呢，然后我就去学了舞台魔术。对吧？双手互搏，我要不要再演一遍？可以，算了，我就去学了这个双手互搏术嘛，然后就发现，哎，双手互搏还不错啊，然后就开始学变鸽子。那个时候呢，我是极其讨厌大型魔术啊，那都不是不喜欢，我也是，是讨厌。是，一个箱子，魔术师啊，对，哇，就2棒。你会觉得这个魔术师好像什么都没做，好傻呀，他什么都没干。对，你会觉得这个魔术只是在摆 pose。对，就发生了。那后来呢，就发现，哎，大道具也很好玩。然后开始玩道具，而且没有你想这么简单，好难呐。后来我发现大道具，你想玩好一个大道具，真的不比你要变好一套变鸽子要轻松。对，很多人以为大型魔术简单，对，就靠道具嘛，那些魔术师就只是摆 pose 啊，哒，其实不是。你大道具跟近景比起来，你有多少东西要考虑？舞台、舞美、灯光、走位，有多少节奏、服装？对，我想的东西实在太多，包括助理上台、下台这些东西，哇，那个搞死人。我最近刚好正在经历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在准备要做现场演出。比如说你要马上做自己的大秀，对，这就是疫情前本来就要做，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取消，现在再把它，我得回我失去的东西。我忍了3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在做秀的这方面，我觉得你太有经验了。但一样就是不管多有经验都会很痛苦。那当然，对，就是个极其痛苦的事情。极其痛苦的事，真的是非常痛苦。创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像我每次想魔术课的内容，都很痛苦，朋友们，好不好？我在拖更的时候，别再抱怨，很痛苦。就教学时间吧。这个应该从哪里开始教学起呢？那我们就先从一副牌当中啊，准备几张牌出来，总共就是8张牌。8张牌，好对，那就是一张 A。一张 King， 一张 A， 一张 King， 一张 A， 一张 Queen， 一张 A， 一张 Queen， 就是2组。只需要这些？对，只需要这8张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只用到2张 K。对，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4张 K， 4张，所以就是每一张 K 给别人看了2次。哦，但是又不能让观众记住啊，黑桃我看了2次啊，这个方块我看了2次，所以呢，这个魔术的节奏就很重要了。哦，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排列，好 ，AK， 好，然后 AQ，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 K 是一红一黑 ，Q 是一红一黑。对，这个一定是要一红一黑，千万不要有2张黑的 K 哎。OK， 啊，也不能是2张红的 Queen 啊。好啊，一定要分好，而且花色也要把它区分开。好，啊，通常我不太用红桃，因为红桃呢，观众会对红心呢印象比较深，他容易会发现看了2次。对，他容易发现啊。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我告诉你，我1、2、3、4张牌。那为什么？大家可以去听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引导别人。那这个魔术呢，就是要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然后呢给你看，我有4张牌。上帝有一天觉得很无聊呢，他就创造了4个男人。好，在我把牌合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小小的间隔。哦，看得到小指在这边，把对这2张和这2张分开来。这个动作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 break，B R E A K。你喜欢，你可以叫它布雷克。布雷克，对。Okay， 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 break。是。好，做一个 break 呢，这也就是2张嘛。是。好，所以呢，我们上下把它拿起打开，给你看这是一张 K。是。其实呢，这边有一个隐藏掉，别人看不到的。
好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张 king， 我们就把它放回来。这只是看一下就放回来，是啊，不要看我这有张黑桃 K。所以你讲的时候，你把他这个注意力放在男人和女人上，对，你说啊，男人，对我不会说这张是 K， 对你不要强调它是 K， 是我说这有一个男人，男人不分花色的，是，一个男人，我们放下去的其实是 A 四，而且其实观众也不太在乎你拿起几张牌，对他不会在，他只在听男人这件事情，对，因为这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啊，我们放下去就好了。好那这张已经是 A 了，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右手拿起最上面的这一张，我们先不看，好， ，OK，我们看这个，看下面这个，看这个，好看这个，但是有一个手法呢，是把它上面的这张 A 呀、你要把它放下去。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手法好明显？盯着看就明显，对，这个手法，这个太明显了，对不对？是。好，所以呢，这里面我们需要一个视觉错引是啊。什么叫视觉错引呢？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当我要放的时候，我把这个翻过来，哦，把你的视线引到这边来。这个叫 misdirection， 对吧？你不想让观众看什么地方，你就得有其他东西让观众看，是不是？有道理专业。对，啊，这个我们的学员都知道的，对，然后都知道。对，翻过来啊，再翻这个，好，4张 King 一定是一个一个看啊，所以呢，这个节奏感啊是极其重要的。是，好，我们再小来一次哈，好，做一个 break， 然后双提啊，对，放 A 4一个，2个是，3个，4个，哦，这个节奏。是不是？是不是？魔术就是这么的神奇，魔术就是这么神奇。对，所以现在营造出一种错觉，这就是4张都是 K。对，是。好，那接下来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呢，同样的手法再来一次。是4 Queen， break， 哦，又 break， 哦，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动是作哈。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能留的时间太久，让他看清楚是这个女人就好了，我们就把它马上放回来。是，然后一个是。 2个视觉错引出哎现，呦，好坏，好坏，哎呦，好会，好会，好会，哎呦，哎，这边还要做个交叉，那这边你看我还做了个交叉啊，做个交叉，哎对，漂亮为什么呢？哎，它的节奏就发生了转变。它的视觉错引就是说，来，我再用这个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第一个地方 break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好，放回来，你是交叉放，是啊，这个放在这里， ，OK， 视线转移是交叉放，过去，OK，然后马上翻这个 OK 交叉放是啊。为什么要交叉放？其实它就是一个美感和节奏。然后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什么问题的，是。但是因为你一直是在做交叉，是你的2只手一直在做交叉，是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蛮自然的。是。但是做交叉你更容易做这个视觉错引。是，如果确实不做交叉的话，其实就有点死板了，太过于干净，对，就太过于死板了。这个 King， 这个 King 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到这里，这个就很奇怪，就这样子，对吧？就变这样子，对，就变这样子，好像有点呆哦，有一个美感哦，美感。其实魔术师的每个动作都是设计过的。对，魔术简单的魔术怎么让观众觉得好看而美，在美当中又体现出神奇，这才是最重要的。确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叫做 choreography， 就是在舞台上在进行都会想出，即使它跟魔术的秘密无关，但是怎么样的动作是最合理、最好看的，其实都要想过的。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已经是4张 A 了，但是观众会觉得它是 QK。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拿起2叠，给观众看，他们是一对一对的。对，然后你要去点一下，他们是一对一对的，点这个很重要。是。为什么要点？我没有手拿了啊，我暗暗的交代，心理暗示告诉你，他们是一对。是，所以你一定要去点一下，他们是一对一对的，也可以这个延续刚才的交叉，这边点那边，这边点这边也可以嘛。一对，这有点怪，这有点怪。我觉得一只手比较好，他们是一对一对的，是 OK。然后呢，再把它合起来呢，就那个动作呢，再做一次，合起来，对，再做一次。哦，基本上只有这么一个动作嘛，就一个动作做3遍，这个魔术就结束了。OK。但是这一遍呢，就不是放在4个地方，你要把它放到1个地方。 OK， 好，1个男人是，2个男人，3个男人，4个男人。哦。放在1个地方。好，其实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看你这样子就学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 confuse 的话，你们可以再回放，好不好？我们就不重复做了，不要浪费时间。
看不懂再回放。好的，那这个呢，我们就毁尸灭迹了。这个我们男人跑了嘛毁尸灭迹是什么意思？放回去。哦，吓死我！就把它放回去。 OK， 放回去。然后这边呢就4个女人。是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让观众自己打开它。你知道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魔术一直都有一个素人表演环节。这个我学不会，太难了，我刚刚看都没太看明白。没事，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终于可以看到我学新魔术的样子。吓我一跳！啊，你要来啊？我试试看，我真没变过这个魔术，我得想一下。太害怕了。来，方宇，我现在知道你的感受了。好，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哈，即使你心里非常没有信心，你也要表现出气场与自信。假设今天你是我的观众，好，很多魔术师啊，变魔术用一副扑克牌，对我来说太多了。以我的功力，大概只需要8张。好，首先呢，我先让你看4张，好不好？好，这是4张嘛，确实是4张，我没有做任何的手脚，好不好？好 ，K， 好 ，K 我放这，不对，这，不看，拿走，不看。哦，拿走啊！看这个，哎，是不是？可以那个，看这个。是不是？哎，你看交叉，哦，是不是？啊，是不是？没错，好，哇，哎，这个观众怎么还会提醒魔术师在奇怪？4张 K 是男人还是女人？男人是男人，请记得，4个男人现在坐在这边干嘛呢？也可能是在打麻将，也可能是在聊天。总之，4个男人在一起是没有什么搞头。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这4个。刚才你已经知道了，对吧？想也知道，肯定是女人嘛，对吧？对吧？没错，算是有天分。好，有天分。一男一女，那很可能呢，他们就会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领导看了不高兴啊，就说：“哎，你们这个好不好？分开来一点。”你给我们看一下，是一男一女，对不对？对。我怎么知道是一男一女？你看一男一女，对吧？一男一女，对吧？都是一男一女，就是这种情况嘛，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你哈，这个领导就不开心了，对不对？就说你们这个赶快给我好，男女分开一点，对不对？所以呢，这4个呢，刚才是一男一女，没错嘛，没错，对。但不好意思，现在哈，男人，对吧？男人，不，拿走，哎，拿着，看这个。我 OK， 4个男人就全部被赶出来了，是不是？好，然后呢，为什么4个男人被赶出来呢？因为这4个女人说，我们女人在一起相处也挺好的，为什么一定需要男人呢？现在是女权至上的时代，谁说女人一定要看男人才能过活呢？是不是？这个女人高兴的呢，脸都尖了，你看。好，朋友们，即使是一个有经验的职业魔术师，学一个新的魔术的时候，肯定也是不熟的，好不好？所以呢，确实要表演的时候还需要练习一下。这个其实对这个有一点技巧，有一点技巧。我也觉得我们的学员需要开始有点挑战性的东西了。我觉得练习一些技巧啊，是，跟刘谦老师学了这么久的魔术啊，不能只学那些没有技术含量。啥意思啊？我们这都是干货，好不好？我们这个是由浅入深，希望大家都学会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刘世杰老师。那我们约好了，就是说下次再回到我们魔术课的时候，左右互搏教一下。没啊？那个要付钱的哦，那个要付钱是好，那大家多多支持。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他的这个课程。好，大家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好的，那就下周见。 OK， 没有问题。下周见，拜拜。